你有听过大脑奏折越多越聪明，或是人类只用了 10% 的脑力，剩下 90% 都还没有开发的说法吗？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大脑的迷思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电影《露西》在 Netflix 上架，故事描述呢，一般人类只会用到 10% 的大脑，而女主角露西意外透过药物开发了其他 90% 的大脑，然后就变得超级强，不只可以心电感应隔空取物，还可以穿越时空。另外也有不少的戏剧都有演到，有个人呢因为头部受伤失忆，就某天不小心又撞到头，居然就神奇的恢复记忆。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听到一些关于大脑的传言，像是大脑的皱褶越多就越聪明，或是让刚出生的宝宝听古典乐可以提高智商等等。到底这些传言都是怎么来的？传言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透过《大脑开窍手册》这本书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别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咯，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根据书上的资料，人类只用了 10% 的脑力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个世纪多以前，大约是1900年代左右。当时的神经科学家要研究大脑，通常是利用小鼠来研究。那这些被关在实验室里面的小鼠，因为生活相当单纯，只要可以找到食物还有水就能够存活。再加上呢，做这些事情并不需要用到大脑的所有区域，所以科学家呢才会有大脑有很多区域闲置的想法。那后来经过更多的科学研究，这个说法也逐渐的被推翻。事实上，人类大脑的每个区域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运作还非常的有效率。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已经用了 100% 的脑力，并没有很闲这件事情。那作者认为，人类只用了 10% 的脑力的说法，经过100年还是会有很多人买单，有可能是因为它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让人觉得说我现在会这么平凡，可能是因为我只用了 10% 的脑力，要是可以100%的运用大脑，我一定会更有成就吧。但很可惜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人类应该已经没有更多的脑力可以开发了不过也有人好奇既然后天开发没有用，那有传言说如果大脑本身的奏折比较多，就会比较聪明，这又是真的吗？大脑奏折越多越聪明的想法，作者认为最早可以回溯到17世纪。当时的英国科学家魏里斯曾经在文章中写道，脑中的基折跟回转处提供了更宽敞的空间来运用记忆跟想象。有些科学家比较人类跟动物的大脑之后，也都纷纷赞同这个想法。他们发现人类的大脑奏折比起牛猪这些动物要来得多，而人类呢也的确比这些动物聪明，所以就得出了大脑奏折越多越聪明的想法。不过后来呢，陆续有几位知名的智者在死后捐出大脑提供科学研究，开始让这个说法受到了质疑。因为科学家发现这些被认为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的大脑看起来并没有很特别，奏折也没有比普通人来得多。作者解释大脑的奏折呢，其实只跟脑容量有关，跟聪明才智无关。而且呢，脑袋越大的动物奏折就越多。目前已知奏折最多的动物呢是鲸鱼跟海豚，最少的呢是啮齿动物。那为什么大脑会有奏折呢？作者认为很可能是大脑在生长的时候，为了要缩短神经之间的连结，让脑袋运作的更有效率而自然产生的结果。除此之外呢，坊间有一些传言说，想要宝宝变得更聪明，应该让他们从出生开始就听古典乐，这又是真的吗？这个论点呢，最早可能是来自于1993年的期刊内容，里面说聆听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呢，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复杂空间的推理能力。
不过在当时这篇论文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直到4年之后，一位美国音乐治疗教育家坎贝尔，他延伸这篇论文的内容，出了一本名叫做莫扎特效应的书，这个说法呢才开始广为人知。莫扎特效应非常畅销，不只是佛罗里达州的议员要求育婴中心每天都要播放古典乐，就连乔治亚州的政府都通过预算要买古典乐 CD 送给新生儿的父母。但作者澄清，当初的这篇研究呢，实验对象是大学生，从来没有针对婴儿做过实验，而且智力提升的效果其实也只有短短的15分钟而已。后来也有另外一群科学家试着对大学生做同样的实验，但无法得到相同的结果。换句话说，作者认为让小宝宝听古典乐可以变聪明的说法可能毫无科学根据。可是直到今天，这个迷思还是很难被打破。作者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提供天下的父母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疏解对于小朋友的发育焦虑。不过让小宝宝听古典乐基本上没有什么坏处。另外一个呢，疫苗可能会造成自闭症的传言，可能就比较需要严肃来看待了。疫苗会提高自闭症风险的传言呢，起源于1998年一篇由12位肠胃专家所共同挂名的研究论文。论文指出，在有相同肠胃病症的12名病患当中，有9位都患有自闭症，而且其中8位孩童的这个父母表示说，小朋友会出现自闭症的症状，大约呢都是在接种一款叫做 MMR 的3合1疫苗之后。那虽然论文也有提到，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而且研究也可能会有取样的误差，但疫苗跟自闭症的关联从此就被连接了起来。有很多的家长不只是 MMR， 连一般的疫苗都不敢给小朋友施打，所以有很多的小朋友呢因此暴露在疾病的风险当中。后来有人发现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跟疫苗制造商有利益冲突，他在发表论文之前呢，曾经担任一家律师团的顾问，而这个律师团当时正在跟疫苗制造商打官司。而且这12位肠胃专家当中呢，后来也有10位都出面澄清这篇论文并没有办法证明疫苗跟自闭症具有因果关系。但即使如此，还是无法平息传言，所以世界各地的医学机构也开始针对疫苗跟自闭症做相关的研究。有人分析所有伦敦的自闭症案例，发现呢，自闭症孩童接种疫苗的比例并没有比其他的孩童高，而且自闭症的诊断案件呢，也没有在接种疫苗后向上攀升。瑞典呢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引进 MMR 3合1疫苗之后，自闭症案例也没有明显的增加。作者认为，自闭症孩童的家长呢会把自闭症跟疫苗连接在一起，很可能只是时间上面的巧合。一般儿童大约都是在12到15个月大的时候接种 MMR 疫苗，而自闭症患者开始出现症状的时间呢，也通常是在12到20个月大的时候，所以就很容易呢会把两者联想在一起。作者认为研究单位常常要花很多的时间资源来澄清迷思，反而拖慢了自闭症的研究进度，真的是很可惜。那最后一个迷思呢，是我们很常在电视剧当中看到，失忆的人因为撞到头就恢复记忆，这又是真的吗？很多人可能都在电视或者电影当中看过主角因为头部受伤失去记忆，结果在某天不小心又撞到头，记忆居然就恢复了。书中提到，最早出现这种桥段的呢，是在文学作品，像是泰山系列小说的作者博洛兹就特别喜欢写失忆的剧情。从此之后呢，包含默剧电影电视剧就常常出现这种失忆又恢复记忆的这种情节。作者认为很多人会觉得撞击大脑可以恢复记忆，很可能是把大脑的运作原理想象成了电视机。当电视故障，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某个零件的接点松脱，或是因为灰尘接触不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拍电视的确有可能复原。但是作者澄清人的大脑呢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彼此透过突触来紧密的相接，里面并没有所谓会松脱的零件，所以很难靠着撞击就恢复记忆。而且会因为头部受伤就失去记忆的病人通常是因为脑组织有损伤。要是呢再撞击一次头部，不只不能够恢复记忆，反而可能会伤得更严重，不建议尝试。除了前面提到的迷思呢，《大脑开窍手册》这本书还有很多有趣的讨论，像是为什么有些人看到大太阳会打喷嚏，我们大脑到底是怎么样分辨一个笑话好不好笑，脑袋受伤可能会让人成为罪犯等等。而我们自己好奇的呢，是照理来说，大脑演化应该会越来越进步，可是为什么有些被认为是病症的特质却不会被淘汰呢？那关于这点书里面也有解释，作者认为呢，可能是因为这些特质也有它存在的重要性。举例来说，有自闭特质的人虽然比较不擅长交际，但他们呢在某些领域往往也展现出异于常人的专注力。而有过动症状的人虽然比较无法保持专注，但在过去采集狩猎的时候，反而可能因为活动力强，可以收获到比较多的食物。这让我们反思我们可能落入某某特质不好就应该要淘汰的迷思里面，但或许特质可能没有好坏之分，只是看待的角度不同而已。
那总结来说，大脑开窍手册提供很多有趣的讨论以及迷思破解，很欢迎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找来看看哦。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有听说过刚刚提到的那些大脑迷思吗？有，我有听过，巴拉巴拉，现在呢才发现居然不是真的。B， 我有听过另外一个，但我早就知道是假的了。C， 没有，我一个都没有听过。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大脑迷思。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ADHD 以及人类站起来的坏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